大家好，我是椒妈。这款脆皮米纸卷香肠，大家一定要回家试试哦。做法真的超级简单，涂上酱汁之后呀，这个味道简直就是绝了。用到的食材呢也是相当简单的。我呢跑了好几家雅典的超市呀，终于买到了越南米纸。我用的是22厘米直径的米纸。先把米纸呢泡水，正反面都泡一下，大概只要泡2秒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泡的时间太长。差不多泡好之后呢，是有这种韧性的感觉的。另外呢，我这次泡的是冷水。泡完水的米纸呢，我们放到铺有烘焙油纸的砧板上，这样可以起到防粘作用。然后放上一根火腿肠，这个时候呢，米纸已经彻底软化了。然后呢，从边缘处把火腿肠卷起来。为什么只泡2秒钟呢？因为一会儿米纸会放油里面煎，如果米纸含太多水的话，不太容易煎脆。剩下的米纸火腿肠，我们就按照刚刚的做法一起做好，然后放到一个铺有烘焙油纸或者涂抹油的盘子里面，像这样整齐的排好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拿一根竹签，把竹签呢插在米纸火腿肠的边缘的一侧，然后这样插进去，固定好就可以了。中间部分我们再插入一根竹签，另外一侧边缘部分呢，我们再插入一根竹签，总共是插入3根竹签。插好后呢，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用剪刀把边缘部分的多余的米纸剪下来，再用剪刀把米纸火腿肠呢等份剪成3份就可以了。剪好后呢，你会发现其实每一根竹签是插在米纸火腿肠的中间部分。锅内加入一点油，燃气灶开小火，电磁炉呢可以开中火。等油有一点温热后呢，我们把米纸火腿肠放进去，根据你锅子的大小决定一次放入几根米纸火腿肠。我们再转动一下锅子，让底部的米纸呢都能接触到油。最近我也在更新一系列的米纸料理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加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可以留着以后慢慢看。等米纸火腿肠的一面煎到有点金黄，像这个样子，我们就可以给它翻面啦。在翻面后呢，我们继续晃动一下锅子，让油呢再次渗入米纸底部。另外一串米纸火腿肠一面也煎到这样金黄了，也可以进行翻面了。第2面煎到像这个样子后，我们还要进行最后的操作，把2头边边部分呢也放到油里面煎一下，这样的话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，有酥脆感。侧边煎好后呢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不是看上去非常诱人呢？然后我把另外一头也这样子煎好。这个米纸香肠你做好之后给家里的小孩吃哦，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，马上就会清光的。2个侧边都煎好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放入盘子里面了。如果你觉得它表面有点油呢，你可以先放到厨房纸上面，把表面残留的油分呢吸掉一点，这样吃下去呢负担也会小很多。最后呢，我一共做了这样的6小份米纸脆皮香肠，但是为了让它的味道更独特一点呢，我自己又配了一些酱汁涂在上面。这个酱汁做法也超级简单。做酱之前呢，我们先感受一下它的脆感，直接吃呢口感也已经非常好了。我舀了1勺这样的韩式辣椒酱，它的口感是甜甜辣辣的，做菜都非常好吃。像这样1小勺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放入这样的1勺水，让韩式辣酱变得更稀一点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把韩式甜辣酱均匀的涂抹在米纸香肠上面，像这样均匀的涂抹开来就好了。如果你觉得酱汁不够的话，可以自己再像刚才那样调一点。正反面我都涂抹上了，像这样的脆皮米纸香肠呢，即使放凉了吃也不会觉得硬硬的，口感是有点糯糯的，然后里面呢香香的，非常的棒，放在便当盒里面做小食吃也非常好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想吃什么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